好，再来关注印度疫情。根据印度卫生部周三公布的最新数据，过去24小时内，印度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38万例，单日新增已经连续14天超过30万例。氧气和疫苗作为应对疫情最急需的物资，目前在印度都严重不足。而变种新冠病毒又给印度抗击疫情带来新麻烦。就在2天前，一位已经注射过2剂辉瑞疫苗的美籍印度裔传染病专家在印度感染新冠病毒去世。根据印度卫生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周三上午，印度已经累计确诊超过2066万例，其中单日新增死亡病例3780例，为疫情爆发以来新高，累计死亡病例226188例。据印度新德里电视台报道，目前印度2500多个检测实验室正承担着巨大的工作压力。为此，印度政府修改了对于新冠病毒检测的一系列规定，在印度各邦辖区内进行出差或旅行的健康人员、已经康复的新冠患者，以及曾经在快速检测和核酸检测中检出阳性结果的人群，这3类人群将不再需要进行检测。周二，印度板球超级联赛理事会和印度板球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宣布本赛季的板球超级联赛被无限叫停。板球是印度的国球，而板球超级联赛是世界顶级赛事之一。外界注意到，3月12号在印度艾哈迈达巴德市的萨尔达帕特尔体育场曾进行一场印度队与英格兰队之间的板球比赛，能够容纳20万人的体育场人山人海。分析指，体育赛事的举办为印度4月以来疫情泛滥埋下伏笔。You just have to look around the world. You don't have to be a scientist to say that. We did nothing. Instead, we celebrated, a bit too prematurely, Indian exceptionalism. 另据印度斯坦时报网站报道，美国印裔传染病专家拉贾德拉·卡皮拉因感染新冠病毒，周一在印度去世。卡皮拉博士在3月末和他的妻子从美国回到印度北方邦的加济阿巴德，以便照顾年老的岳父。4月8号，卡皮拉因感染新冠病毒住进医院。值得注意的是，卡皮拉夫人证实，卡皮拉在从美国出发前已经完成了2针辉瑞公司的新冠疫苗注射。作为美籍印度裔传染病专家，卡皮拉博士生前从事了大量热带医学、旅行疾病和艾滋病研究。去年6月，卡皮拉还做过有关利用抗体治疗新冠肺炎的演讲。目前并不清楚卡皮拉在印度感染新冠病毒的具体情况，印度媒体也并未说明辉瑞的疫苗是否为他提供了保护，也未说明他是否感染变种新冠病毒。实际上，当下印度发现的新冠双重变异株正逐渐成为传播主力。据报道，变异毒株可能导致免疫逃逸和传染性增强。此前也出现过辉瑞疫苗接种者在接种完全部2针疫苗以后感染病毒而死的案例。而根据此前辉瑞疫苗3期临床实验最终数据显示，该疫苗有效性达95%，且在65岁以上成年人中的有效率为94%以上。It was always going to be difficult to contain the spread of COVID here in India. This is a densely populated country of nearly 1.4 billion people. The Indian government is blaming the rapid spread on this new double mutant variant, and it says that it warns states to remain vigilant. 新冠变异病毒输入我国的风险也在增加。近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的英文版披露了3例从重庆入境的新冠病毒确诊病例。经基因组测序发现，这3例确诊患者感染的病毒为在印度流行的变异病毒，推测感染可能发生在印度。随着疫情的持续恶化，周二，印度又一个邦宣布进入全面封锁状态。截至目前，印度已经有9个邦和1个中央直辖区因疫情处于全面封锁状态。外界认为，应对疫情蔓延的一个有效方法就是实施封锁。去年3月，印度仅仅报告了519例新冠病例后，总理莫迪就宣布了前所未有的全国范围的封锁。事实也证明了封锁措施的有效性。但当前莫迪政府考虑到经济表现，依然不愿进行全面封锁，只是提倡建立微型收容区，将限制集中在几个地区，并且由各个州来决定何时以及如何来实施。
当前呢，印度的疫情已经发展成一场国家级的大灾难，应该采取一系列非常重要的措施，其中也包括，比如说，它现在只封了一部分的城市，但实际上呢，印度呢是全国性的这种陷入了大疫情大爆发，所以呢，我觉得在这方面，它恐怕立即就要有一个红线，有一个指标性的东西，使得呢，印度呢什么时候呢，什么地方应该封城呢？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标准。现在看来，它好像是没有。印度医疗系统正面临着巨大压力。新德里的安贝德卡尔医院是一家政府公立医院，拥有约300张病床。自从首都新德里成为疫情重灾区之后，这里每天都有很多前来为自己的亲友寻找床位的病人家属。而对于患者来讲，最10万火急的是氧气。But still, the oxygen pressure that is being given to the patients, it is not viable for the patients. They need more oxygen. They need the pressure more. But I really don't know that why they are just lowering down the pressure and all for the oxygen. 面对这样的疑问，安贝德卡尔医院主任医师马尼告诉记者，氧气供应的不足是造成上述所有问题的根本原因。लेकिन जो allotted agencies हैं, वो बहुत कम ऑक्सीजन हमें दे पा रही हैं, जितनी हमारी रिक्वायरमेंट है उसके हिसाब से。因为氧气紧缺，许多地方的氧气价格更是暴涨了10倍以上。为了应对医用氧气短缺，在周日召开的高级别会议上，总理莫迪与各方讨论了增加氧气生产和供应的事宜。印度政府也正加大力度整治相关不法行为。与此同时，新冠疫苗在印度也供不应求，首都新德里医院外排满轮候接种疫苗的人，但仍有至少3个邦因缺乏疫苗要关闭部分接种中心。观察指，印度的整体医疗物资严重不足，虽然政府正在努力调配资源，但能否做到贫富公平分配，恐怕也成问题，而这也直接影响抗疫进度。The government has announced a raft of measures to try to combat this crisis, including drafting in medical students to help doctors, getting the Navy involved, getting the Air Force involved. But some are saying simply that it's too little, too late. One state health minister warning that there could be a third wave on the horizon. 关键还是在印度人民自己要有充分的意识，印度政府呢要有一个充分的领导作用。好，新闻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你好。印度疫情让全世界都很揪心，连续14天日增确诊超30万人。那为什么印度疫情难见转机呢？主持人好，印度的第2波疫情来势凶猛，这个印度国内呢用海啸来形容。问题是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为什么连续10多天还不见拐点？印度这个新冠海啸又翻腾是怎样的真相呢？如果呢用第3只眼睛来观察，起码呢揭示出4点真相。一呢是官方有意无意地隐瞒了疫情真相，出于政治考虑而耽搁了疫情防控。BBC 记者揭露印度高官呢在德里向记者说不存在缺氧问题的时候，据他呢几英里的医院里病人呢就因缺氧而死亡。从去年12月起呢，印度的医学专家就警告政府，这个疫情海啸正在形成，这个医院呢需要储备大量的氧气瓶和床位。但是显然呢，印度官方并没有听进去。二是印度的医疗设施比较落后，那么在医疗卫生健康方面的开支呢是极低的。2018年呢，医疗开支只占了 GDP 的3.6%，每1000人呢只有1个医生。而同年的医疗开支 GDP 占比呢显示，中国是5%，俄罗斯5.3%，巴西9.8%，德国11.2%，美国16.9%，都比印度呢要高。当这个疫情来袭的时候印度的医疗体系很快就崩溃，难以应付。3呢是这个疫苗接种人数比例太低，无法形成这个防疫墙。政府说呢，到7月要让3亿人接种，目前呢只有2600万人接种。那么更糟糕的是，生产疫苗的原料都没有储备好，无法提供这个疫苗。那么最大的这个疫苗企业的 CEO 呢，都跑到英国去了。这现在的这个疫苗缺口呢，是难以弥补。4呢是变异病毒很厉害，现有的疫苗能否起作用，没有人知道。美国的印度裔传染病学者卡比拉呢，曾接种2剂辉瑞疫苗，那么到印度照顾亲戚的时候，但是呢，他还是抵不住变异病毒，那么在5月3日去世了。这5呢是这个印度贫富差距比较大。
这个氧气瓶、这个医疗资源呢都被有钱人所占据，更多的贫困人群呢无法获得医疗资源，特别呢是在偏远农村，这个死亡率呢是比较高的。这些问题呢都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够解决的，所以呢，这个印度的疫情怎样演变，需要继续观察。现在最需要的呢还是国际援助，尤其呢是西方发达国家、G7国家。说到G7国家，G7外长会东道主英国邀请印度代表团参加，却出现了疫情。之前约翰逊也因疫情取消了对印度的访问。这次G7外长会也没怎么谈印度疫情，那对此您怎么看？G7外长会呢，一个重要的目的是扩大盟友，为美国的所谓印太战略铺路，为6月份举行的峰会准备。这美国总统拜登呢也宣布要到这个英国呢参加峰会。所以这次外长会呢，邀请到了印度、澳大利亚、南非、韩国外长参加。因为G7的外长会的目标呢，它是建立美国主导的这个印太战略圈，所以印度疫情呢，它不是讨论的重点。这不巧的是，印度代表团呢出现了意外，有2人呢确诊感染了新冠，所以呢就选择所谓的自我隔离，只能通过这个视频来对话。我不知道印度代表团呢是怎么一个想法，自己的国家呢遭遇严重的疫情，G7外长会呢却不怎么的谈疫情，而东道主英国呢更加热衷于这个英印自贸协定，说呢又会给英国呀增加多少的就业机会等等，这呢多少有点尴尬。这个莫迪政府呢要面子不要里子的势力呢，是夺去了。那么在国难当头的当下，仍然如此的卑微，可能呢是练瑜伽呀练到了身段随意柔软的程度。美国、澳大利亚呢都对印度下了这个旅行禁令，英国等国呢也可能会很快的下达类似的禁令。那么印度代表团能不能按时回国都成问题，这个事儿得慢慢的看。